3年前，全球灵气暴走，人类开始觉醒异能。觉醒者按实力分为铁、铜、银、金、钻、圣神7阶，武力及话语权，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时代。学院规定，所有车辆需要登记。规定？我韩家就是规定。一个废物保安，也敢拦我韩子清的车？这保安真不长眼，韩少的车也敢拦？听说他连觉醒者都不是，一个普通人而已。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韩家的人你也敢拦？他超速闯入校区，按规定。什么规定？在觉醒者面前，你一个普通人有什么资格谈规定？再出这种事儿，明天就给我滚蛋！3年了，再忍忍。这道封印，是我3年前用全部神界力量镇压深渊裂隙的代价。只要封印还在，我就不能离开这个学院。一旦动用力量，封印就会松动，地底下那个东西就会挣脱出来。封印的波动又强了，比上个月快了1倍，还能撑多久？还不到时候，给我回去！地底的那个东西又在挣扎了，它比3年前更强了。长没长眼？滚开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在练习异能，没看见你这个普通人在搬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一个普通人吃那么多干嘛？给觉醒者留着。挡路了。他体内的冰系异能有暗伤，经脉第3条有裂痕，冰系能量在那个位置有不正常的淤死，如果不处理，半年内会影响他突破境界。什么？我的女人漂亮吗？不能动气，一旦气血翻涌，封印就会动摇，不能冒这个险。韩少请便。刘如烟，3年前你说等我回来，但我不怪你，是我选了这条路。紧急警报！训练场发现深渊异兽入侵，所有非战斗人员立即撤离。这不是同阶异兽，它的速度和力量至少银阶。让开，看我的！怎么可能？快走！我撑不了多久。废物保安怎么做到的？给我查他的底！沈墨，经学院安全评估，你在异兽事件中擅自行动，严重违反保安条例，即日起解除你的保安职务，3天内搬离宿舍。异兽攻击学生，我救人有错。你救谁了？韩少被异兽伤了，你一个普通人不去帮忙就算了，还擅自冲上去添乱。韩家的意思，你一个保安还想违抗？识趣的赶紧走！知道了。韩少，人已经通知了，是3天之内一定走人。小沈，认了吧。韩家的势力，你我这种普通人谁也惹不起。老刘，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。哎，你还年轻，出去找份别的工作也一样。离开学院，就没法每天监控封印。昨晚的震动比上个月强了3倍。封印一旦无人看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院长，封印第5层出现了新的裂痕，波动频率在加快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进来，小沈，我只能保你到月底。韩振东是觉醒者协会副会长，
他儿子要赶走一个保安，我的职权拦不住。那该怎么办？觉醒者入学考核，明天是最后一天报名。你用现在的实力，铁阶测试应该还过得去。成为学院的正式学生，谁也没有理由赶你走。我已经自封修为，只能释放铁阶的力量。铁阶就够了，关键是留下来。神阶强者参加铁阶入学考核也好。新生考核即将开始，请各位考生有序入场。不是保安是那个废物吗？他也来考核？搞笑，一个20多岁的普通人来跟我们抢名额。听说他连觉醒都没觉醒过，铁阶都够呛。等着看好戏。一个废物想通过入学考核，让他出够了丑再说。同阶中品通过，下一个同阶下品通过，下一个。压到最低，绝不能暴露。铁阶下品，最低级别，这种废物也能来考核，浪费大家时间。勉强达标，下一项实战测试。保安哥，得罪了。步伐不对劲，铁阶觉醒者不可能有这种精准的身法控制，他在隐藏实力。停！赵老师，让他们打完吗？学生之间切磋而已。两根手指弹飞了同阶。这不可能，他不是铁阶下品吗？沈墨，考核通过，便入特招班。特招班？那个保安凭什么进特招班？两指弹飞同阶，特招班，这个保安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你们的新成员沈墨，铁阶。院长，您在开什么玩笑？特招班是对付深渊异兽的尖刀小队，您塞一个铁阶进来，送死吗？我们不是托儿所，你们会明白的。你好，我叫白露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欢迎你加入。主封印就在这下面，看来陆源山把特招班设在这里，也是为了就近监控。他也是特招班的，冰系银阶，这个小队里他应该是近战最强的。看来陆远山组建这支队伍花了不少心思。警报：城东 M 区检测到深渊裂隙异动信号，能量等级银阶，请特招班立即前往侦查。铁阶的，你就在基地等着吧，出去只会拖后腿，搞不好还会送命。他说的对，这次任务等级是银阶，你去了我们还得分心保护你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白鹿殿后负责治疗，周岩和清寒左右策应。沈墨，你在最后面看着装备，别乱跑。裂隙比预想大得多，全员准备战斗。战斗准备！
来不及了，出口被2只堵住了。怎么回事？黑雾在躲他。10秒就灭了5只银阶异兽，还关闭了炼系。这种力量远远不止银阶，甚至不止金阶。他到底隐藏了多大的秘密？走吧，回去复命。你。封印用了多少？1%。省着点儿，你现在只有3%的余量了，3%用完，我知道，封印会彻底崩溃。3%，如果全部用完，我3年前用命换来的封印彻底崩溃，深渊裂隙会不可控的撕裂，到那时候，整个生城300万人全都会毁灭。莫哥，这是今天的新菜。红烧排骨和糖醋鱼，我特意跟阿姨说多打的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别推了，萧哥昨晚1夜没睡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嘴里一直念叨10秒灭5只银阶。别瞎说，我只是在复盘战术。我查了3年前所有已知的高阶觉醒者名单，银阶以上的每一个，没有你。昨晚你的力量，那种幽蓝色的能量，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觉醒属性分类。你在隐瞒什么？有些事知道了反而危险。我不怕危险。等时候到了，你会知道的。谢谢你昨晚救了我们。不用谢。那个保安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，深渊裂隙那边的意外没能解决他，下次加大力度。韩少主，不要急，那个保安比你想象的更有价值，我们的主人对他非常感兴趣。沈墨，不管你藏了什么秘密，我韩子谦一定会挖出来。沈墨，3年前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为什么突然消失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你死了？月度排名赛正式开始，排名决定下月资源分配，各班级派出代表进行实战对决。那个保安果然被编进了试验班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斤两。韩少放心，一个铁阶下品而已，轮不到您亲自动手。就是那个2指弹飞同阶的保安，铁阶下品对同阶中品，
这次不一定还能赢吧？保安哥，上次那一招是偷袭，这次我可不会大意。比赛开始！比赛结束，试验班获胜，用时3秒。3秒，一巴掌拍晕了同届中品，这绝对不是铁阶的实力。我代表天才班正式挑战试验班，由我本人对阵沈墨。打，莫哥打他，让那个嚣张的家伙好看。沈墨，今天我要在所有人面前碾碎你，让你知道，蝼蚁永远是蝼蚁。比赛开始！看不清啊！他闪避的动作太随意了，像在躲小孩子挥拳。不对，他的双手还插在口袋里，从头到尾就没拿出来过。够了，沈墨，别玩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认输吧。禁药，快停！经裁判委员会调查，在刚才的比赛中，韩子谦选手使用药物作弊，成绩取消。我要杀了你！3%变2%了，又用了1分。你刚才用的力量是蓝色的，我在军方绝密档案里见过这种颜色的能量。3年前星落之战，毁灭深渊练系核心的那个人，代号虚无，那种力量的颜色和你一模一样。是你吗？他没有否认，虚无债神3年前以一人之力封印深渊。如果沈墨就是他，那他这3年当保安被所有人踩在脚底，到底承受了什么？小子，就凭你一个人，拿什么挡我？你醒醒啊！封印第3层破了，7层封印只剩4层，按这个速度，最多撑1年。我必须在1年内找到解决办法，不是封印，而是彻底解决它。如果沈墨就是虚无，他一个人扛了3年的封印，被所有人当废物踩在脚下，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院长，封印第3层破了，还剩4层，按目前速度，最多1年，比我预估的快了2倍。要不要联系觉醒者联盟？秦老他们如果知道你还活着，不行，联盟里有内鬼。 3年前的星落之战中，
我们的位置被泄露，秦老的精锐部队才会全军覆没。462人的阵亡，不是战力不够，是有人把我们的部署图交给了深渊。你怀疑联盟有人通敌？不是怀疑，是确定，但我不知道是谁，所以3年来我一个人扛。难怪你不肯暴露身份，一旦内鬼知道虚无还活着，你和封印都会成为靶子。我明白了，那你的身份绝不能暴露。沈墨，3年前你突然消失，所有人说你死了，我等了你整整1年，没有任何消息。韩家找到我说你已确认死亡，我才……你不需要解释，你做了正确的选择。你从来都不解释，当初也是，你突然从联盟消失，不告而别。因为如果告诉你会跟来，然后你会死。爸，这个沈墨绝对不是什么铁阶，他一指就破了我的金阶全力攻击，还徒手压制了我吞禁药后的钻阶暴走。查不到任何觉醒记录的高阶觉醒者藏在学院当保安，还有陆远山在护他，有意思。既然陆远山要护他，那就让他护不住。我以协会名义发函学院，对所有学员进行异能源追溯检测。这项检测能探测觉醒者异能的来源和真实等级，他藏得再深，在检测仪面前也要现原形。妙，他如果拒绝检测，就是心虚；接受检测就会暴露。无论结果如何，韩家都不会输。一个查不到底的高阶觉醒者，如果能为我所用，韩家将更上一层楼；如果不能，那就毁掉他。韩家以协会名义要求全员异能源检测，我的职权拦不住。接受检测，神界封印特征必然暴露；拒绝检测，直接被除名。沈墨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一个铁阶的有什么不敢测的？除非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他救了人还被针对。院长，能不能想办法？韩家在协会的势力太大，我拦不住，除非有比协会更高权限的人介入。今天的检测是为了应对深渊危机，所有人必须配合。来吧，小子，让我看看你到底藏了什么。觉醒者特别事务局命令：今日检测违反《觉醒者保护法》第7条，暂停执行，任何人不得违抗。特事局，你们凭什么？凭这个，比您的协会高3个级别。韩副会长，要不要核实一下？好，我记住了。我们走。沈教官，秦老让我转告你，老战友还没死，别一个人扛。秦老还活着？3年前那场战斗，他明明3年了，您还活着？秦老在3年前的战斗中重伤濒死，被军方秘密救回。他一直在暗中康复，同时调查联盟内鬼。他现在在哪儿？特事局最高机密基地。他的右臂已经废了，但战力恢复了70%。秦老已经缩小了内鬼范围，就在星城协会高层。韩振东只是棋子，真正的内鬼藏得更深。秦老让你继续潜伏，同时，这是封印修复贴片，能减缓崩溃速度，多撑3个月。谢谢，替我谢谢秦老。秦老说，等这一切结束，他要跟你喝一顿，他还欠你1瓶3年前没喝完的烈酒。今天军方的人是来保护你的，对吗？我不会再追问你的身份了。你有你不能说的理由，我选择相信你。不管你是谁，你救过我，
救过我们所有人，这就够了。谢谢。虚无，你的封印越来越脆弱了，我闻到了你的恐惧。怎么了？紧急！全城多个区域同时检测到深渊裂隙异动，等级大规模，请所有觉醒者立刻进入战备状态。学院地底主封印出现3道新裂痕，黑雾渗出速度是之前的10倍，你们立刻进入地下封印室加固。保护封印阵眼，不能让异兽靠近中心。杀不完，裂缝里的药兽比上次多了10倍。开始挣脱了。如果阵眼被破坏，整个封印将瞬间崩溃。所有人，退后！虚无，你已经没有3年前的力量了，拿什么封我？你那剩下的几口残气吗？你做什么？推开！闭嘴！你不是一个人。有意思，下次我来，你拿什么挡？只剩1%了。我已经向军方提交了紧急报告，沈墨，你不能再一个人扛了。3年了，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。谢谢。这个人身上有深渊的气息，非常淡，像是被刻意掩盖了，但瞒不过封印者对深渊能量的感知。这位就是最近学院里传得沸沸扬扬的保安觉醒者，年轻人，不错。江少校，联盟来了个监察官，叫方东来，圣阶。他身上有深渊气息。方东来是秦老锁定的3个内鬼嫌疑人之一。沈教官，秦老让我转告你，盯紧他，但不要打草惊蛇。陆院长，联盟总部非常关注星城裂隙的异常扩张。我此行的任务是全面评估封印状况，希望学院全力配合。当然，不过封印核心区域是最高机密，需要逐级审批。我的权限足够。联盟总部已经授权我调阅所有相关资料。陆院长藏了不少东西啊，那个保安比他表面看起来有趣多了。目标确认在学院内，封印的波动比预想的要弱得多，是时候加快计划。
为应对深渊危机，全城学院需进行紧急战力评估，全员必须参加实战闯关考核。本次考核由联盟标准系统执行，公平公正，各位不必紧张。特招班也要参加考核。这怎么可能？其他人都是同阶，沈墨怎么直接匹配到了银阶？系统随机匹配，正常波动范围。他在做手脚。要么暴露，要么被钻阶一手击倒，无论哪种结果，我都赢了。这难度已远超考核标准。来吧，展示你的真实力量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。考核终止。还好没有暴露底牌，选择了更聪明的应对方式。考核系统明显被人为篡改。按照联盟规定第42条，考核对象有权在安全系数低于标准时终止考核，并要求启动调查程序。沈墨竟然会用规则对抗，而非用实力硬碰硬。方检察官，请解释为什么特招班成员的考核难度是其他班级的3倍以上？联盟标准系统是公平公正的吗？系统临时故障，我会让技术组排查。今天考核到此为止。墨哥，按红色按钮那一下，比揍他一顿还帅。第一次在一个铁阶觉醒者面前吃了亏，不是输在力量上，而是输在智慧上，真是耻辱。好消息，军方技术组已经确认考核系统被外部入侵篡改，入侵信号来源韩家在星城的私人服务器。韩家和方东来之间有直接数据通联记录，证据链形成了。是时候收网了。觉醒者特别事务局执行逮捕韩振东，你涉嫌通敌深渊势力，危害国家安全，现依法对你实施拘捕。你们凭什么？我是协会副会长。放开我吧！你们不能这样！韩振东，你知道3年前星落之战中，因为你提供给深渊的情报，有多少觉醒者战死？462人，我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。韩家服务器里的数据全部截获，但是方东来不在他的住处，他在行动之前就走了，像是提前收到了风声。他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连一根头发都没留下。跑了一个，方东来，你背后到底还有什么？接下来追捕方东来，特税局会全力配合。方东来不是一个人，他背后的组织恐怕比韩家危险100倍。你也来落井下石？这是你让我保管的韩家海外账户密码，30亿。我本可以带走这笔钱，开始新生活，但我不想再做这种事了。
3年前我选错了路，今天不想再错第2次。我不会求你原谅。3年前是我选了错误的路。这个还给你，我不配再戴了。3年前的承诺，终究没能兑现。保重。那是定情信物吗？他和柳如烟之间到底有过什么？进入1级战备状态，所有觉醒者立即向最近的作战指挥部报道。北区裂隙群最危险，常规部队守不住，你们负责北区。全员进入战备状态，林霄负责远程压制，顾清寒近战通缉，周岩防御，白鹿治疗跟紧队伍。15分钟到达北区，出发。林霄，3点钟方向2支引接，顾清寒封住左侧裂隙出口，周岩沿墙挡住正面冲击。这怎么可能？兄弟，你们救了整个北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不只是强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，一个指挥过大规模战斗的军人。南区告急，南区出现金阶以上异兽领袖，驻守部队伤亡惨重，请求支援。沈墨，南区情况危急，我亲自带队过来支援。你去了南区，学院主封印谁看着？暗影蛇王的毒物是最大难题，普通觉醒者靠近就会中毒昏厥。掩护我30秒。那种连续定点轰击的手法，3年前星落之战的影像资料里，传说中的虚无战神就是这样打的。他是虚无。你的秘密恐怕藏不了太久了。小子，你瘦了，你老了，3年了，你小子让我以为你死了。我在病床上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，他们说封印区域被毁，没有幸存者。我在，封印也在。说正事，方东来逃了以后，加入了一个叫暗影教团的地下组织。这个教团崇拜深渊中的烛龙，成员遍布全球各国觉醒者联盟，目标是主动打开所有裂隙，迎接烛龙降临。规模有多大？至少3名圣阶以上核心成员，还有1名疑似半步神阶的教主。我全盛时期是神阶，对付半步神阶不在话下，但现在封印只剩1%，如果解封，我最多恢复到圣阶巅峰。面对半步神阶，没有必胜的把握。还有一件事，暗影教团在星城潜伏了一个西子，一颗深渊污染种子植入了某个关键人物体内，一旦激活，那个人会变成深渊傀儡，从内部破坏封印。是谁？不确定。但种子的植入时间是3年前星落之战期间。如果妻子是我身边的人，甚至是我自己，
那这3年的一切努力都可能是深渊设下的陷阱。你在怀疑我们？我师父3年前在星落之战中战死，你怀疑我？我一直在帮大家治伤，你怎么能？如果你怀疑我们，那就检测，我第一个来。我周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怕你查。我也查，但查完你得给我一个解释。他不是在怀疑谁，他是在保护所有人。如果深渊种子真的存在，被植入的人自己可能根本不知道。被怀疑不可怕，被深渊控制了还不自知才可怕。那怎么查？检测方法是军方提供的深渊能量扫描，无害，但精度很高。明天开始逐一检测，我自己已经测过了，结果呢？有微量深渊残留，但不确定是封印残留还是种子，所以我请院长做了2次确认，是残留，不是种子。检测对象体内存在微量深渊能量残留，这是3年封印产生的残留，还是种子？不是你，但种子在谁身上？不是我控制不住。白露，种子在你体内，不是你的错，它是在你不知情时被植入的。白露，我可以帮你提取种子，但这个过程极其危险，有30%的失败率。失败了，你的觉醒核心就会碎裂，变成一个普通人。提取。暗影教祖绝不允许深渊种子被提取。成功了，种子提取完毕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教团已经盯上了我们，更大的攻击不远了。星城的觉醒者，3年前你们侥幸封住了主人的将领，但封印已经不堪一击。我给你们7天时间，交出封印者虚无，主人或许饶你们一命。7天后，无论你们是否交人，深渊之门都将打开，你们的封印只剩一层薄纸。7天后，谁也冷静不了。交出虚无，守护星辰的英雄！现在只有交出虚无，我们才能活下来。各位观众，觉醒者联盟暂未对此事件发表声明。特事局已启动2级战备，请市民保持冷静，不要信谣传谣。7天，够了，帮我约陆院长，还有江少校，是时候做一个决定了。什么决定？3年的隐忍结束了，从今天起，不再藏。我要解封。沈墨，你疯了！你解封了，裂隙就彻底失去压制，烛龙可能在几天内就突破，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封印只剩1%的余量，已经名存实亡。与其等它自然崩溃、被动挨打，不如我主动解除封印，把最后1%的余量全部转化为我自己的战力。然后呢？在烛龙突破之前，集结所有力量，主动进攻深渊裂隙核心，把它彻底毁掉。不是封印，是毁灭。你有把握？没有，但一直防守等死不是办法。我参加。军方可以在48小时内调集200名精锐觉醒者，重型灵能武器也能到位。如果要打，我们就打一场大的。我支持你。
代号虚无。3年前我封印了深渊裂隙，如今封印已解，7天之内，深渊之门将再次打开。但我不会让你们面对深渊，我会主动进入裂隙核心，毁掉它。虚无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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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年前，我为了一个抱着玩偶哭泣的小女孩封印裂隙，3年后，又是一个小女孩，值了。它已经解开了，计划提前，所有点位立刻行动。混蛋！清寒姐突破了，金阶！告诉方东来，7天太长了，3天后我就来找他。小子，你受苦了。报告首长，虚无归队。200名精锐军方觉醒者，重型灵能武器，深渊裂隙核心的精确坐标和结构图都带来了。深渊裂隙核心的精确坐标和结构图，从入口到核心大概5公里，我需要一条通道。500人的攻击部队会给你开路，但记住，你只有10分钟。10分钟，够了。你不用一个人冲了，这次我们一起。根据我们3年来的情报积累，裂腹核心是一面镜面，连接深渊的空间通道。要毁掉它，必须将足够强的能量直接注入镜面。你沈梦是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人。你解封后恢复到圣阶巅峰，但3年压制已经损伤了你的身体。你现在的极限战斗时间只有10分钟，超过10分钟，觉醒核心就会碎裂。够了。沈墨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3年前你为什么要自封修为？你一个人扛这些，值吗？那天我站在裂隙前，看到身后有来不及撤离的市民，有一个小女孩在哭，手里抱着一只玩偶。我就想，如果我不封住这个洞，这小女孩明天就看不到太阳了。那你呢？你看不到太阳了，你想过吗？想了，但我闭上眼睛，发现太阳还在，不是最后，是值得。活着回来。
活着回来。好，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命令。各单位目标明确，掩护虚无进入界系核心100米范围内，他负责毁掉核心，我们负责挡住一切障碍。出发！传说中的虚无战神。这里我来，你们继续推进。不准动！你的每一分力量都要留给核心，给我继续推进！老子3年前没死在深渊里，今天也不会死在你们这些叛徒手上。首长，您别管我，护送沈墨继续前进，我命令你。完成任务，去吧，小子，把3年前没做完的事做完。老头子在这等你凯旋。好久不见，沈墨，或者该叫你虚无。3年了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为什么背叛联盟？背叛？你知道星落之战中，联盟为了启动封印阵法，牺牲了多少人吗？462人。但你只需要知道一个，我的女儿方雨晴，当时联盟剧备队成员19岁。她死了，她被当作引导媒质强制送入裂隙。封印阵法需要一个活人作为引导体。他被活活吞噬了，而你，那个英雄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封印是踩着我女儿的尸骨完成的。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？3年来没有任何人说过，封印阵法需要一个活人做引导体。秦老没说，陆永山没说，特使局也没说。沈墨，他说的是真的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没有其他方案。闭嘴！你们都该死！联盟、军方所有人都该死！深渊至少是公平的。他不会牺牲无辜者来填你们的封印。我不知道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不会同意用这种方式。有什么区别？他已经死了。方东来，你女儿的牺牲，我会向联盟追责，但你现在做的事，会让整个世界陪葬，包括那些和你女儿一样无辜的人。我不在乎。只想让你们所有人尝尝失去的滋味。
6分钟高强度圣阶战斗，身体已经发出警告，还剩4分钟，必须速战速决。你抓不住我！现在够了！玉晴，爸爸尽力了，你赢了。虚无，但你来迟了。虚无，3年了，你的封印终于碎了。什么？那个东西有多强？比3年前更强了。所有人撤到安全距离。从现在开始，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。不要啊！我答应过你，会活着回来。虚无，你太弱了。你是在挠痒痒吗？这样啊，虚无，你用命换来的3年，不过如此。你过来！全体听令，不惜一切代价给虚无争逐时间。沈墨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做到了，他突破了。不可能！你在战斗中突破。3年前，我是用力量封印了你，今天，我要用意念毁灭你。不可能！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以为碎裂空间通道这么简单？这面镜面连接深渊的本源，你碎了它，深渊能量会在瞬间反噬整个星城。
300万人全都会死。不能碎掉镜面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把烛龙打回去，重新封印，用自己全新的神阶觉醒核心做封印体。对不起，答应你活着回来，但没说以什么方式回来。虚无，你会后悔的。不会。我说了，会活着回来。你怎么？现在你是我们学院的特别顾问了，我希望你能够在我们学院安心的学习和生活。虚无战神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。3年前我一拳能碎山，现在连瓶盖都拧不动。大叔加油啊！大叔，我才25。习惯就好。老大，特招班以后还是你当队长，你负责动脑，我们负责动手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谢谢你们。老大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一家人。真的结束了吗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？你的细胞活性比上个月提高了3倍，你的力量、速度、反应力都在以微小但持续的速度增强。按这个趋势，即使没有觉醒核心，你的身体素质半年内也能回到铁阶水平。你的细胞在自我进化，不依靠觉醒核心的进化，这在觉醒者历史上从未有过记录。我最近确实觉得身体在变轻，跑步的时候速度比1周前快了不少。他还有机会变强。也许觉醒核心虽然用来封印了，但神阶的本质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肉，不是消失，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超越，比神阶更高的存在。那扇门背后有什么在等我？也许失去觉醒核心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往另一条路的起点。暗影教团没有覆灭，方东来被捕后，教团的残余势力在其他城市发动了袭击，释放被囚禁的深渊异兽，制造慌乱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已经造成平民伤亡。教主呢？半部神阶的阴落至今没有露面，这些残余行动可能只是烟雾弹，真正的目标我们还没看清。而且每次袭击后，当地都检测到了微量但稳定的深渊能量残留，这些能量没有消散，而是在地点形成了固定的能量节点。他们的行动更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，而不是单纯制造破坏。他们不是在制造慌乱，是在布阵。这是一个深渊召唤阵，每个袭击点释放的深渊能量会汇聚到阵法中心。阵法中心是锦城？什么？你母亲还在锦城？我有脑子，而且我有一群愿意为我挡刀的战友。好，特事局精锐分队已经准备就绪，你小子别逞强，准备出发。不管阴落在锦城布了什么局，我亲自去拆。我要去锦城。你现在就是个普通人，碰到同阶都打不过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这次的敌人可能是半步神阶，太危险了，所以你更需要人保护。我也去，铁了心了，你别想拦我。你上次说我们是战友，不是保护对象，战友就该一起上。好，一起。3年前你自封修为的时候，有一小块觉醒核心碎片脱落了，我一直替你保管着，
当时觉得也许有一天用得上。这不能让你恢复觉醒者身份，但在关键时刻，它能让你爆发一次，仅一次，相当于钻阶的全力一击，用了就没了。谢谢院长。活着回来，小沈，学院还等着你当顾问呢。锦城，妈，等我。小莫，你怎么来了？3年了，妈还以为你……妈，我回来了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快进来，妈刚包了饺子，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儿，瘦了好多。小莫，这姑娘是……妈，她叫顾清寒，是我的朋友。阿姨好。好。他们是在布置深渊召唤阵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阵法中心点就在锦城中央广场的地下，那里刚好是我们协会的总部所在地。阵法中心在协会总部地下，阴落，暗影教团的半步神阶教主会不会就在这里，就在我们脚下？能量浓度在急剧上升，阵法核心就在下面。阵法已经刻在地基里了，布局时间至少1年以上，比我们以为的要早得多。这……陈前辈。虚无的觉醒核心碎了，肉体还在，真让我感兴趣。陈会长被暗影教团做成了傀儡。久闻虚无大名，我是阴落，暗影教团教主。我是半步神阶的强者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一根手指就能杀你，但我不会，因为你的身体里还有神阶蜕变的残余能量，我需要它来完成召唤阵。乖乖交出来。你需要我体内的残余能量，说明你的召唤阵还没完成。如果你能强取，你不会站在这里跟我聊天，会直接动手。聪明，没有觉醒核心的你，确实无法被强制提取残余，需要你自愿，或者我可以慢慢说服你。给我3天时间，3天后我来这里。如果我认为你的阵法对人类无害，我自愿交出残余。你在争取时间？半步神阶追不上一个铁阶以下的人吧？我跑不了。好，3天，但你的人留一个做抵押。我留下。不行！你相信我吗？
那去吧，3天会来接我。3天，72小时，我要在72小时找到击败半步神阶逆转召唤阵、救回清寒的方法。一个没有异能的普通人，要做到觉醒者做不到的事。秦老连夜调集了军方和联盟所有相关档案，加密通讯器始终保持在线状态。老大，这些符文我一个都看不懂，你真能从里面找到办法？深渊召唤阵有一个逆转模式，如果以极高纯度的觉醒能量同时注入阵法的4个节点，阵法会反向运作，不是打开深渊之门，而是永久关闭通往星城区域的深渊通道。那太好了，直接逆转不就行了？极高纯度的觉醒能量需要神阶以上，我现在达不到。觉醒核心碎片能让我爆发一次钻阶的力量，但钻阶不够，除非结合我体内正在进化的细胞，加上梦中超越之门的暗示，也许能催化出更高的能量。这是一场赌博，成功率也许只有1%。江少校，帮我安排一件事，我要见方东来。方东来？你去见他做什么？借他的脑子用用。白鹿说，你的细胞进化速度在加快，2个月的进化已经让你达到同等级别的身体素质，但要在2天内从同阶跳到神阶，恐怕……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另一种方法。虚无战神变成普通人了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是来求我？你是深渊能量的顶级专家，你研究了20年，比联盟任何人都懂。告诉我，如何让人类细胞直接吸收并转化深渊能量？你疯了！深渊能量会腐蚀人类的身体以及灵魂。不会腐蚀我。3年封印让我的细胞适应了2种能量共存。我要主动吸收深渊能量，用它催化觉醒核心碎片的爆发。不只是爆发，是融合。觉醒能量和深渊能量本质上同源，如同硬币2面。如果在我体内融合，就能突破神阶的限制。理论上可行，但成功率不到1%。失败了，你会死。我知道。听好了，你只有1次机会。融合的关键在于共振点，觉醒能量和深渊能量波频完全重叠的那一瞬间。错过了，2股能量就会互相撕裂你的身体。沈墨，如果你成功了，替我跟雨晴说声对不起。我这个父亲选错了路。方东来，你女儿的牺牲不会白费。莫哥，你一定行的。我准备了最好的治愈能量储备。你出来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都能接住你。等你。说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进去。
个层次的存在。他的眼睛好像能看到一切。老大，你成功了。走吧，去接清寒回来。3天到了，你的答案，我不会交出残余能量。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，关门。你的力量，这不是觉醒能量，也不是深渊能量，这是什么？超越。不可能！你的力量来自深渊，深渊的力量来自恐惧和绝望，但人类还有另一种力量，不屈不挠和希望。你选错了方向，银洛。阵法已经启动了。除非有人能注入神阶以上的纯净能量到4个节点，同时，否则阵法无法逆转，你一个人做不到。你们释放全部异能灌入节点，我来提纯、转化、注入。做不到的。你说的对，我一个人做不到，但我从来不是一个人。我怎么老了？超越，原来这就是超越的力量，不是毁灭，是净化。璎珞只是一个走错路的觉醒者，不是天生的恶魔，关起来就好。你小子又创造了一个奇迹，超越，军方和联盟的专家都炸锅了，谁也没听说过这种境界。我自己也没完全搞懂，但有一点确定，它不是靠力量驱动的，是靠意志。理论上，任何人都有可能达到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这将改变整个觉醒者世界的格局。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正好，妈做了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，瘦了这么多，得多吃点。小莫，这姑娘是你女朋友吧？是的。好姑娘，多吃多吃。老大，下来喝酒。周岩买了3箱啤酒，马上来了，喝5瓶。各位，我不是来讲战斗故事的，我是来提一个方案。觉醒能量和深渊能量本质同源，3年的封印经验和最近的超越突破，让我确认了这一点。我们不应该只是与深渊对抗，而是理解它、转化它。我建议培养更多能够运用双能量融合的超越者。
从根本上解决深渊裂隙问题。我支持沈墨的方案。我也支持。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去外面走一趟。全球还有173个活跃裂隙，我想去看看每一个，找到逆转的方法。那我也去。会很久，可能要走遍全世界。正好，我还没看过极光。这小子终于不是一个人了。等等我们！你以为就你俩去啊？我们一起走吧。深渊不灭，虚无不止。